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育》。来，我们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，欢迎。大家的老朋友，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，欢迎。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沙娜老师，欢迎。胡宇老师，欢迎。来吧，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宝宝都已经这么大了，他之前都从来没这么管过孩子。我觉得我不在乎他没有车，没有房子，也没有存款，我只希望他能对我跟宝宝好。可是我发现不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他对我不好，对宝宝也不够尽心。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子坚持下去能坚持多久，我也不知道这样过下去还有什么意义。既不爱我也不关心宝宝，这样的日子还能过下去吗？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夫妻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黎先生31岁，来自广东，产品经理；女嘉宾曾女士26岁，来自湖南，全职宝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结婚多久啊？结婚1年多了。觉得他对你不好是吗？对孩子也不关心是吧？对，就是没怎么尽责任。哦，所以今天要来干嘛呢？就是我觉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他还是这样不改的话，我觉得我就跟他过不下去了。哦，咱从哪儿开始说说这过不下去的心结呢？主持人是这样子的，他欺骗我。哦，对，他怎么欺骗您的呢？我们不是见家长的时候嘛，然后我跟我爸妈有说过，他不是有那个欠债嘛，然后我爸妈就问他欠了多少，他就说欠了4、5万，然后我在问他的时候呢，他又说欠了6、7万。最后结婚之后，然后他就告诉我，就是欠了21万。哦，对。这个问题啊，我是承认确实是存在的哈，因为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？就是我老婆她事后也讲了，就是如果她事先知道了这个婚，估计也结不成了。就是刚开始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，所以就没有实话实说哈。所以说这就是欺骗嘛，是吧？除了这个欺骗，还有别的欺骗吗？他不但这样，他还出尔反尔。就是我们结婚嘛，我跟他说过，我说婚后的话呢，就是工资归我管嘛，因为我那时候不是因为身体原因嘛，体质很差，怀孕就不能工作嘛，然后我就跟他说好了，然后他就答应的。可是婚后的话，他不是这样子的，他那工资也不按时交给我，然后我经常就是没有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身上都没有钱，我要买菜呀，我突然发现我身上就没有1分钱，然后有时候他就说他要还债。然后还债，就是我知道他就还债，但我不知道具体那个钱去哪里了，就是不经过我的手。他还完债之后，有时候给我几百块钱，剩下几百块钱还给我，有时候给我几千块钱，然后给我几千块钱，他又说他又要还债，又拿走了。等于婚后您因为怀孕，所以不能工作，对，在财产上没有安全感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然后还有就是宝宝不是有红包嘛，就我亲戚啊会给嘛，然后的话呢，有时候交房租不够嘛，他就说，哎，那个钱你先拿给我垫一下用一下哦。然后他说，我发工资就给回你，然后发工资就不了了之了。21万的债还完了吗？现在还有10多万哈。还有10多万，按理说哈，你也欺骗了人家嘛，心里面总觉得是亏欠的嘛。婚后应该对他很好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看小片里面也说不好，是吗？对。怎么个不好法？就是他不理解我，不心疼我。比如就是我不是就是理解他上班很辛苦嘛，然后我整个孕期都是我做饭，然后给他洗衣服，然后他就一点都不领情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说那你不要洗啊。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因为我白天都在上班嘛，一直都在上班，然后他看到了，有可能就会帮我洗了。然后他第一次说，然后我会没大理，他说的次数多了，然后我就可能就会我也会有情绪。是不是在他孕期的时候，你也很少做家务？是这个是啊。然后就是孕妇嘛，不是容易饿嘛，然后我有时候就是晚上12点之后，我可能就11、2点我还饿呀，他就不让我吃，他就说12点之后还是就是对身体不好。对，所以我怀孕的嘛就好想讨吃夜宵。等于妻子想吃夜宵，你不让她吃是吗？对。这个事情是这样，就是他经常是12点左右那个时间嘛，然后我就说可能对身体不太好。你有陪他产检吗？有。大夫有说他妊高吗？我没大注意这个问题。妊糖呢？
我没大注意这个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对他既无认高也无认糖。大夫有没有说他体重增长过快呢？这个没有，应该是正常的。对啊，大夫都没说，你为什么不让他吃东西呢？这好奇怪。其实我不是不让他吃，就是有可能是我没有去帮他买。不是，他不但不帮我买，然后他又说他也不帮我做。孕期很不好，是吧？对。那生产的过程当中的表现的怎么样？就生孩子的过程也不好啊。我当时都要绝望了。啊。就是我还生孩子的时候，我婆婆来了嘛，但是因为我婆婆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大医院，她连挂号都不会。我当时是破水了，我自己打了车去的医院，就是因为你呢？你在干嘛？我在上班。那你赶紧回去啊！他刚第一次打电话给我说，因为我也没什么经验啊，我就问，那你看一下是什么情况？我说有情况你再通知我吧。不是没经验才会着慌啊，你才会急着跑回去啊。我请了个假，然后就赶紧就过去了，然后就坐车过去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是12点40他才到的。您是几点钟去的医院呢？我是9点多钟就到医院了。哇，需要3个多小时啊？不是9点多他出门，有可能去到医院，从家里去医院又要一段时间嘛。不是，那就给你打电话了吗？你就应该赶过来了吗？那时候还没有，就还不确认情况。那时候，因为我也不知道真的是破了羊水还是怎么着，还是只是一个肚子痛，然后就算这事儿没经验赶过去的。后来怎么样啊？后来我好不容易很辛苦把孩子生下来嘛，我就想让他跟我说句辛苦了呀，理解一下我。他就跟我强调，后来事后我跟他说这事，他就跟我强调说，他说我也在那等了很久呀。他这个说这话那个态度那个语气，我就很委屈。他希望他安慰他。男生说我陪产也很辛苦，没有安慰，是这意思吧？这个意思他没表述清楚是这样的，就是事后他一直都说嘛，他就说哎呀，我生那个孩子很不容易这样子。他说第一次我也很理解，但是每一次吵架他都这样说。那某1、2次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态度，我就说那我从头到尾这个过程我也陪在。那好，那我让你去体验一下那个生孩子的痛，你为什么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无聊的事呢？他一直都说就是就男人也能去那个体验一下生孩子那个痛啊，那个叫什么我忘记了，反正说有个什么机器的，然后我就说我干嘛要去体验那个东西，然后就好像说我不去体验就是不是关心，我去体验了就是关心那样子。然后行，我明白啊，就是这件事说出来都要带有一些情绪了啊，我还是想了解事实，就是产后他对你照顾的好不好？不好。就说他要上班嘛，他就直接告诉我，他说我下半夜是起不来的，我有时候一直做到天亮哄孩子，然后一个晚上要起来3、4次，他去上班了，我还在那里坐着，就是喂奶或者哄孩子，他就直接告诉我下半夜起不来，上半夜也不管。对宝宝怎么样啊？对宝宝也不够尽责任。就有一次我不是跟他回老家过年带宝宝嘛，那宝宝也小嘛他就发高烧，然后又拉又吐，就说肠炎嘛。然后从医院回来之后呢，宝宝不是哭得很厉害嘛，他喂药的时候他就不耐烦，他就一口药一口米糊喂他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样不行，然后他就怕你什么都是对的，他说我觉得这样也是对的呀。然后我再多说他2遍，他就发脾气，他就撂挑子不干了，然后他就不管孩子了。是吗？这个是有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每一次都是的，就是做什么事情他都觉得他的方法是对的，然后我的方法就是不对的除了刚刚那个事，其实还有好多，比如说泡过米糊一样的，他说他那个手势就是对的，然后我那个手势就是不对，他就一直会往下念，然后他说哎你这样子不行啊，这个米糊会稀啊，会怎么样的？有时候我就肯定也控制不住自己，然后就会生气啊。我觉得他对我不好我可以忍，但他对宝宝不好我就不能忍。就是他很少给宝宝喂饭、洗衣服，然后他看孩子就真的只是看着孩子，孩子饿了他也不会说搞点吃的给他吃，然后他从来不哄睡。家庭的其他方面呢？其他方面，然后家务他不做，他就是挣钱，在他认为就是赚钱就是他首要任务。就这么多委屈吧？然后就是答应的事情。还有委屈吗？有。说。他就是不会处理我跟我婆婆之间关系，他不但不帮我，他还给我添矛盾。就比如说，整个孕期都是我给他洗衣服做饭，对吧？然后我婆婆是广东人嘛，就比较传统这样子，然后他就不允许老公给老婆洗衣服的。我洗好衣服让他晾一下，我那时候真的很累了，让他晾一下晚上了，然后我婆婆看到了，她说一直以来都是你洗衣服呀，她就不吭声。然后还有就是，我煮一个虾嘛。然后我婆婆不是不吃辣的嘛，我是湖南人，我吃辣的，我就做了2份，对不对？她就跟我说，她说，一个虾搞那么多样，就这样子说话，就完全不体会我的那种用心。好，听明白了。他说了你这么多你有委屈吗？还是说他抱怨的都是对的？
其实我心里面就我是这样觉得的哈，就是他说的那些的话，我觉得就是都会存在，但是不至于这么严重。因为很多事情的话，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大事情，基本上两三句话之间就可以解决的。但是每一次这种小事情，反正后面就很激烈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觉得就人无完人嘛，就很多事情之间都是要一个包容跟理解啊。我问一下，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？半年多。怎么那么着急就结婚呢？因为我当时觉得他对我挺好的，然后我觉得他也挺有上进的，可是婚后我觉得他对我不好。结婚以后就完全不好了？嗯。哦，现在后悔吗？现在有点。其实我是看着宝宝的那个面上，我就觉得要是能忍我就忍，我现在是忍不下去了。我只说我自己的感受，一开始听的时候是特别的气愤，特别气愤，怎么可以这么做？你越听，就是当越走进他们生活的那种碎小的事实的时候，你发现这里面情绪部分的东西就多于事实部分的东西。我说的意思你能理解吗？就是你不应该隐瞒你的未婚妻，你欠了21万的债务，你不坦诚，这是你的问题。而后来那些问题里面确实有你做的不到的地方、不当的地方，但是还有一部分我就听出来是他情绪所致。如果我们在一段婚姻当中总是拿孩子出来说事儿，说我没办法啊，我有孩子了，我只能跟他这么过下去啊，那很多事情是看不清楚的。所以这段关系到底应该怎么处理，做哪些调整？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。你们两个是通过相亲软件认识的是吗？对。然后相处半年就嫁了。对。当时你要决定嫁给他的时候，你的父母是同意的吗？不同意。他们不希望我嫁到他们家里去。我爸妈之前知道还有欠债嘛，就不想我过那么辛苦。嗯，对。其实所有的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都会发现，很多女性，当眼泪快流干的时候，才后悔当初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。对。你现在是不是后悔了？你说实话。是很后悔。如果给你重来的机会，你一定不会嫁给面前的这个男人，对吗？是。但是生命就是这样，我们会做很多的选择。我听前半段的时候和赵春老师的感受是一样的，我异常的气愤。我觉得站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是一个骗子。欠债是没有问题的，如果你的欠债理由合理的话，但是隐瞒债务问题，让一个女人嫁给你，而且其实他并不像你说的那样，你有多喜欢他，有多爱他，没有。你后面的那些表现不是吗？从你的工作单位到医院需要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。她怀孕的时候晚上饿了，不去给她准备吃的，是因为怕对孩子不好。答应要把钱交到她的手上，可是后来又没有，不是一种欺骗吗？有一句话我听到特别刺耳，叫做他是不是有各种高，我没大在意。你作为一个先生，作为人家的老公，你没大在意在产检的时候，那你在意些什么呢？你在整个的婚姻过程当中，2个致命的错误：第一，隐瞒债务问题；第二，对他不够好。这是你最重要的2个问题。其他的问题完全都是因为你的情绪引起的，因为他的欺骗。你现在认为他做什么都是错的，即使他做的是对的，在你心目当中也是错的。即使他跟你说的是真的，你也认为他说的是假的。可能我是有情绪在里面吧。孩子现在几个月？9个月。如果你真的想要面对你们接下来的婚姻，不要拿孩子说事儿，不要说因为孩子所以我没办法，我要继续跟你过。要真正的面对问题，不要面朝过去，背对将来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懂。就真切切的去面对真正的问题，而不是面对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给到你们的建议就是，你太太现在非常没有安全感，因为钱，所以是不是可以把财政大权真的交到她的手上，用一半去处理你过去的债务，用一半来维系现在的生活，可能对于你们的婚姻家庭当中
是一个好的选择和办法，好吗？好的，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女孩先不要哭啊。其实现在你们最关键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。讨债的和欠债的这两种心态其实是不一样。他俨然现在就是负债累累啊，对不对？外面欠着经济上的债，家里欠着老婆的债，欠着孩子的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就时刻都在觉得他是欠你的，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不对的，就连调粥的这个顺序不对都是错，都是债。那这事儿不可能得到解决的。你心态不好，一定会给他欠债的人更不好的心态，到最后导致一个什么呢？债多了不愁了，明白了吗？破罐破摔了。每次我想做出还债的举动，但是被你一下又一下的给打击了，干脆我就不做了。破罐破摔，我们俩一起这么下去，我就欠着你，怎么了？所以说，调整自己债主的心态。当时为什么那么仓促的跟他在一起了？为什么还没有想好就马上就要跟他有孩子呢？你有没有做的不对的地儿？也是有的，包括跟他相处的情绪上的事情，很多次就是你不对吗？但是不好意思，因为他先犯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好像都是对的，不是这样。调整自己心态。欠债的，你有一点好，你是有还债的这种动机的，对不对？你是有动力的。但是呢，债多了你就不知道先还哪个了。那我劝你，先还家里这份债，好不好？刚才你的老婆说，居然说要有一种方式是能让你体验到分娩的那种痛的，可见你的老婆有多么痛，可见你有多么伤她的心。你的老婆已经完全无法说让你体会她心里的感受了，所以让你去切身的去物理上的去体验到底有多疼，有用吗？没用。关键是你的心要能体会到，明白吗？她的心有多疼，身体上的疼其实不算什么，最怕的就是心理上的疼。没有人去了解、体会，并且去治愈。你欠的太多了，先从老婆身上的还债开始，好不好？然后再是一起去还外面的债，好吗？调整心态，千万不要说债多了不愁了，你一定要把自己这份情还了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老师。男人在婚姻生活当中的失职，才是婚姻不幸的第一大杀手。其实你们的这个事情，从一开始听的时候，确实就是愤怒，尤其刚才再一看你们开场那个短片儿，这姑娘一个人用单腿抱着孩子，单手洗碗的时候，我太理解其中的辛酸了。你没有体会过，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那一个动作有多么让人心疼。对，我一个人照顾孩子，我知道，我理解，包括你可能连安心的上一个厕所都无法做到，对，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当妈的都这样经历过，但是每当这个时候，就多么希望身边能有一个人帮把手。你从他有了孩子之后，你有没有问过他吃过一顿饱饭或者热饭吗？这个可能开始都会问，可能后面会比较少。对，我特别不喜欢你的一点是，不管说他的情绪有多大，他有他的问题，我待会儿说。我特别不喜欢你的一点是什么？所有的问题你全有解释的方法，全部都有你的解释。你欠债，这姑娘什么都没说，跟你继续过日子，这已经是她极大的善良了。但也请你在婚姻生活当中善待她。在她怀孕期间，你不帮手，所有的家务全让她一个人做，产检连最基本的问题，赵春老师刚才问你认高认糖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不是很清楚。你连最基本的产检要体检做什么都不知道，可想而知你这个丈夫的失职是有多么的大。你知道如果是认高认糖，这个孕妇在孕期是有多么的危险吗？一尸两命啊！你不关心，生完孩子之后你只顾自己的辛苦，你说自己陪产累了，有了孩子之后，我也知道你在外面有欠债的压力，要还钱，但是他在家里面的辛苦，你根本没办法体会到。我看到台本上写他说要换一下你们两个人的这个位置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然后你说行啊，那你出去工作，我回家带孩子，你把我的债给我还了，这是男人说的话吗？他经常说这种很伤心的话。其次来说，女士，
虽然我对他有这么大的愤怒，但是其实我觉得今天所有的委屈，你今天所有的眼泪，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首先一开始你就没有把控好自己的人生，对。其次，出现偏差的时候你没有及时止损。再次，当你进入这段婚姻的时候，你是有怨念的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你觉得你一个还有欠债的一个男人，我都嫁给你了，你还要让我怎样？如果你一直带着这样的怨念去生活下去的话，生活是看不到希望的，你看不到你们婚姻当中美好的一面，所以你只能陷在这样混沌的日子当中，但你又不自救，因为你每天除了怨、除了念、除了回忆说你多么对我多么不好这点事儿之外，你没有其他任何的事儿，所以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。你如果以一颗悲伤的心来度日的话，日子每天越过越悲哀。如果你调整心态，看到生活当中有好的一面，债务在减少，宝宝健康成长，理解一下他还债的辛苦，彼此互相体谅的话，那这个婚姻生活是可以往好的方向过的，好吗？好的，谢谢老师。谢谢二位。你们的婚姻基础特别不牢靠，成婚之后再告诉你有债务，然后又是对于你极度的不关心等等等等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所有的一切为什么会沦落在你的头上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你仔细去想想，为什么这种倒霉事会轮到你头上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这个男人当然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有很多的不真诚，比如说隐瞒债务。至于在婚后对于你的照顾的问题，从单位到医院3个半小时，这简直就是扯吗？但是回想最初他就欺骗了你，他对你能有多重视呢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当然有他很严重的问题，但其实也有你很严重的问题。但是如果要说之前就有欺骗，那就离婚了，但是有孩子能怎么样呢？那只有重新开始。如果彼此愿意改变，为了自己，为了这个家庭，还愿意重新开始，咱们能不能从今天开始别哭哭啼啼？既然木已成舟，那就重新开始，安排将来，安排未来。至于男人，有点愧疚之心吗？有是吧？对。如果要是有的话，就从扎扎实实的一件件小事开始。你说呢？很多事情可以学习，听见没有？但是没有必要去找借口，找借口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去学习，从现在开始学习，做一个父亲，做一个丈夫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有一个前提一定要放在这儿，就是男生肯定是有错的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他的错误有多大，不同的人看会有不同人的标准。有些观众可能气得想抽他，有些观众说：“哎呀，就这个比我们家老公还强呢，对吧？”因为在家庭生活当中，没有一个最公论的这个标准。第三个层面，就是你在这段婚姻当中扮演的角色也不成熟。其实说白了，我们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来成长，这就是婚姻生活。我们要求会变的。今天你要求他这样，明天可能真的他对宝宝特别好了，你同样有道理站在这儿来跟我们说，我这老公不行，一点都不关心我，他所有的精力全在宝宝身上。也有这样的老公啊。所以很简单，你们调标准，当夫妻生活当中把标准调到一致的时候，这日子就能过得顺顺当当的。行了，你们俩自己琢磨琢磨吧。这样哈，就是刚刚也听了，就是4位老师的一个教诲哈，在那个生活当中，就是很多事情哈，我之前都是我自己做错了，确实是没有注意啊，很多事情都是起因在我这里，我也很感谢，就我老婆啊，就给予我这么多的那个包容哈，就是让她这么难过，我也觉得非常的那个伤心啊，因为可能跟我之前的成长啊，或者说经历有关系也好啊，反正
我非常抱歉了，真的很对不起。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爱他的啊，但是啊，我自己不知道怎么表达。好，时间到。你说1000道1万，不如好好对他，对孩子。啊，女生你好好想想，到底这个路应该怎么走，好不好？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看这对夫妻是怎么选择的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哎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真的非常抱歉让你受了那个这么多的委屈哈，就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啊，我希望我们就是能够好好的一直过下去。我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，但是我也会去改。在梦里全是你，不要再执迷，把我放进两颗心的最不分离。你们加油吧，有问题慢慢调。谢谢2位啊，请回，请回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主持人，主持人，谢谢老师，谢谢4位老师，互相担待吧。来，请回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高中的时候，我和他是同班同学，毕业之后又恰好是同一所大学，我俩都觉得彼此挺有缘分的，大一的时候就在一起了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俩挺好的，也没有什么矛盾。自从他从事一个兼职之后，我就发现他跟一些异性关系处理的不太好，太亲近了。有时候我就会询问他，问的多了，他就不耐烦了，说我管得太宽。我很无奈，我是她男朋友，难道还不能问问吗？现在他因为这个事又要跟我闹分手，我很珍惜这段感情，所以想通过节目来解决一下我俩之间的问题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何，23岁，来自山东学生；女嘉宾小范，23岁，来自山东学生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啊！主持人好，主持人好。你们俩是同学对吧？对，同学。我听出来，男生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小片是在吃醋，是吧？说说吧，说说吧。就是我俩其实认识时间是挺长的了，就高中就是一个班的，是。然后毕业之后，然后在一所大学，觉得挺有缘分，就在一起了。啊，这你小片都说了。你吃什么醋？从那个什么，自从干了一个兼职就什么，从那儿开始吧。对，就是干了兼职之后吧，我就觉得他和一些异性关系处理的不太好，太亲近了。行，我问问您在哪儿兼职啊？我在一个网吧兼职，然后做网管。网吧吧，可能就是上网的男生比较多，熟了就加了微信了。啊，自打那以后，他就会经常时不时的就翻我的手机。有一次正好就碰到有一个男生，然后给我发了微信说：“今天我去上网了，你怎么没有来上班啊？”我还没来得及回呢，然后他就把手机给我抢过去了，他就把人家给骂了，而且呢，他又把人家给删了。你说他凭什么删人家呀？我觉得人家来上网就是来吧，他为什么要问我女朋友在不在啊？行，听明白了。你今天来是干嘛呀？就是希望他改变一下。那你为什么来呢？我不想和他再继续下去了。哦，人家是要分手，他还后知后觉要改变呢。还有什么做的比较过分的，让你想跟他分手啊？就是除了顾客之外，就是连同事他也受不了。这不会吧？有一次吧，就是我们同事之间聚餐，回去的可能就稍微晚了一点儿。我一个男同事就说正好顺路把我送回去，我就跟他也说了，说你不用来接我了。我同事把我送到校门口，结果我一下车发现他正好在那儿等着我。是巧合吧？不是专门等的吧？我是专门等，他不让我接，我得看看他怎么回来吧。然后等半天，结果看是一个男的来送他，他当时没跟我说，我肯定得生气啊。我同事也跟你解释了，说我们只是同事，说我就看他一个小姑娘回家不安全，把她送回来。他干嘛了呢？
他就跟人家说，他说哦不用我接，是有专车送啊，然后也没听人家解释就把我拽走了。你说你有没有考虑过日后我和同事之间怎么相处？我当时确实觉得有点不妥吧。行吧，这事儿也过，但是看出来了，男生是太在乎了，还吃你什么醋让你受不了？比如说，有一次我跟我舍友出去玩，然后这个事儿我也跟他说了，但是呢，他不大相信我，他就也跟我舍友就是打电话确认。后来有人发朋友圈，也是有我舍友男朋友他们也一起去了，发朋友圈，然后他看到了，他就怪我当时。是有这回事儿，但是那个他一开始没给我说有男生吧，然后我看他室友是5个，然后男的是6个，我说怎么多出一个来？你没跟我说。那你觉得这种事儿我还要一个一个的去详细的跟你说吗？不是，我特好奇一件事儿啊，为什么你室友的男朋友去了，你的男朋友你没带去？因为他当时有事儿。好，当时有事儿啊，那就没事儿了嘛。而且我觉得他就是该管的时候吧，他不管；不该管的时候呢，他总是瞎操心。比如说，就是我有一次上班了，然后发烧挺难受的，我就跟他说了，你能来接我一下吗？结果他说什么呀？他说他要考研，他要学习，他说让我自己打个车回来。你说什么事儿能比我重要？我都发烧了，都那么难受了。我当时给他说了，是有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讲座，那个讲座是我们学校好不容易找来的一个，我真的就挺崇拜那个主讲人的。如果我这次不听的话，我就感觉我真没有机会再听了。我当时第一时间也叫出租车把你接回来了。另外，讲座讲完之后，我也带你去输液打点滴了，你就不能理解一下？你今天是希望他来改的，改什么呀？就是和一些异性关系，别就让我那么担心。人家刚才说的这些没干嘛呀？但是我觉得他和那些异性太近了。你给我举个什么叫太近了，好不好？就我女朋友，就虽然上学是和我在一起，但是家是外地的啊。一放这种寒暑假、长期假的时候，我俩就异地恋了。有时候我有事找她吧，打了一个电话，就还没说几句呢，我就听旁边有个男的让他快点。我就心想，我俩正打着呢，他应该不会挂吧？没想到真给挂了。然后我再打他又不接了，到了很晚的时候才说，当时是个客户，不方便接。我就奇怪，你跟客户说一下不就行了？怎么可能连电话都不让接？什么客户啊？你不是大学吗？放假还有客户啊？对，我放假之前呢，我父母就给我找好了一个工作。我觉得我在接待顾客的时候再打电话，这也是对我客户的一个不礼貌和不尊重吧？你就不能体谅一下我？而且就这件事儿，你说你联系不上我了之后，你还往我家里打电话，我也跟你说过了，我没有和我父母说过咱们两个的事情。我觉得现在时机还不成熟，你就给我爸妈打电话，然后你就假装打错了，一个还行，那2个3个，我妈肯定就会怀疑啊。我这不也考虑你的感受了吗？我当时没以你男友的身份，我不是就是装快递什么的吗？也在乎你感受。那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不是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你谈恋爱都不跟你妈说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我觉得我们2个现在还有好多的不确定性，所以那你也得跟你妈说，你说我谈了个男朋友，还有很多不确定性，我也不带回来看了，报备一下总应该吧？谈了又不告诉父母，还怪人家。他不仅给我家里打电话，他还往我工作的地方打电话。停，您讲的，刚才不是说你说他做的过分吗？我到现在为止没听到一个异性。他在游戏上还有个男友，我上了游戏账号吧，看见他经常和一个男的约好什么时候打游戏，什么时候做任务，还说可以在游戏里当情侣，在游戏里他们这么暧昧，然后现实中还给打电话。我俩正吃着饭呢，那男的给打电话过来了，他边打电话边跟我吃饭，跟那个男的聊得挺火热的，跟我一句话不说，把我晾那儿，我肯定不高兴啊，我扭头就走了。那你说你走了之后去干什么了？你就把我游戏账号给删了，你有没有问过我？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绝吗？我也不想删那游戏账号，那还有我心血呢。哎呦，这个恋爱谈的哟，我觉得女生说的是对的。你干嘛？你这么不放心他，你跟他分手啊？他是我初恋，我舍不得。你就要改造他是吧？对，人家是要分手哎。我是不想和他分，希望他改变一下。你改变他啥呀？就是别再让我那么担心了，怪难受的。你们俩平常关系好吗？挺好的。好不好？还可以吧。就是因为就是因为他怀疑你，所以你就要跟他分手是吗？对，怀疑我，然后管我管得太严了。他除了说管我和异性，还经常拿我手机这种事之外，
他还管我说话。我说这个东西不好吃吧，他就说你不能不说呀，当时就不高兴了，当时就凶我，然后我就挺生气的，不好吃我就想说出来啊。为什么不让人说好不好吃啊？主要是我觉得人家老板好不容易做出来，然后老板就站旁边呢，他直接说真难吃不好吃。你怎么也得考虑人家感受，人家做出来多不容易啊！我觉得我说了之后，老板可能听了会改进一下他的技艺呢。我是觉得你口味独特，明明挺好吃的，你非说难吃。那你觉得挑男朋友的口味他独特吗？反正我觉得那饭挺好吃，他非说难吃。行吧，那你还要改造什么呀？人家要跟你分手，你分还是不分？我不想和他分。那还让他改吗？当然想让他改。还让他改什么呀？这些事儿都发生他兼职之后吧，我就让他别兼职，别兼职，跟我一起考研或者考证，学习多好啊！他不听。我觉得人各有志吧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你不能把你的想法强加到我的身上。女生，在你没有兼职之前，他对你好吗？还有这种种的管你吗什么的？没有，在我兼职之前，他还是对我挺好的，而且有的时候他也做一些令我挺感动的事儿。哦，就是比如说吧，有一次过节，他当时就说，我有个快递，你帮我拿一下，然后我就去了。去了之后发现还是挺大的一个快递，感觉能装下一个小冰箱了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么大一个快递，你让我拿，我挺生气的。当时我也拿回去了，他就给我打电话说，你打开看一下。我就一看，里边都是我平常比较喜欢吃的零食，我当时还挺感动，觉得他还挺贴心的。就是贴心。我再问问啊，他跟女生交往尺度怎么样啊？他有的时候，就是有一次吧，我也是上 QQ， 无意当中发现了有一个女生，就会经常的问他说在吗？然后说你在干什么之类的。我就觉得这个女生肯定是对他有意思，但是这个事儿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。我没跟他说，是因为我没当回事儿，我就觉得是朋友吧。要人记录我也没删，就摆在那儿，你愿意看你就看，我没隐藏什么，他就给误会了。好，所以你发现这个事儿就特有意思。你看啊，你跟那些上网的人没什么吧？他误会了。你跟那女的没什么吧？他误会了。应该怎么办呢？听听老师们的意见。一个行为激进，另外一个毫无诚意。先说男生啊。你过度的介入到了你女朋友的私生活当中，她的同事、她的家人、她的舍友，全部都是你要考察和攻击的对象。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她有她的生活，但是你不是这样想的，你要占有她的全部，让她无处躲藏。女生也是一样的，我为什么说你毫无诚意？我觉得只有其他女生出现的时候，你才在意她；更多的时候，你根本就不在意她。如果有一个女孩在游戏当中和你的男朋友是情侣，他们称呼亲昵，甚至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你在这边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也在那边打电话有说有笑，你会开心吗？不会。那你凭什么要求他要开心？就是因为你根本毫无诚意跟他谈恋爱，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，就是你们不是喜欢删除微信、删除人、删除游戏账号吗？不如就把对方从自己的生命当中删除掉算了，反正也不合适。祝福每一位，谢谢。我觉得女孩的选择是对的。因为其实你已经知道自己和他不合适，你们两个人未来一定会走向不同的道路。至少现在摆在你面前，他要考研，他现在所有的思路，所有对你的那种情感都是有一个前提的，我们就在校园里这么单纯。而你不了，你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，未来你要马上工作的，甚至你现在就着急的去兼职了，而你们是异地，所以在你的所有的规划里头，从细节到你所有种种的表述态度来说，你的规划里头没有他，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。所以，面对现实是我们成长的第一步。你能改变一个人吗？不可能。女孩已经在往另外一条路去发展了，拽是拽不回来的，管是管不来的，怎么办？这会儿可能有一种方法是最好，那就是放手。
这个放手并不一定说你马上就要分手，而是说你去追求你所有的那些职业或者生活上的梦想，然后看他还能不能回到你身边。而你呢，也是一条很有前途的路啊，去努力。但如果真是你们分开了、异地了就断了的话，那你放手是明智的。如果说你们异地还在彼此牵挂以前那份感情的话，你这种放手更明智了，因为你是这种放手而让这个女孩感觉到你是真的爱她，好吗？就这样。恋爱当中的男女其实都是福尔摩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恋爱当中，两个人都会非常的敏感，因为在意对方，会把任何的一些蛛丝马迹都会放大。那么在这段恋爱当中，当福尔摩斯的这个人呢，就是男生。他为什么会当福尔摩斯？因为你没有把这一段恋爱当回事儿，所以他会有那么强烈的不安全感、不安定性，好像觉得你随时会跑。你看啊，你要求男生要把你放在第一位，我就问你一句，凭什么？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都不是把他放在第一位的，他都是靠边站的。寂寞的时候想起他了，热闹的时候根本想不起来还有我一个男朋友。你在不同的时期、不同的经历下对待他的态度就不同。你晚上的时候有男同事送，但是你那一次说你胃疼的时候就要找男朋友，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男同事送呢？你不是同等的对待，所以爱不平等，一个人就会成为福尔摩斯。其实女生分手的目的很明显，因为她也发现可能在这段恋情当中她没有完全投入，所以对你来说送你一句话，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谢谢。其实随着我们不断的成长，你会越来越发现，我们对身边的人和事其实是无能为力的，我们改变不了什么。当你每天刻意的去想占有一些东西，改变一些东西的时候，你恰恰忘记了自己一成不变。如果你想要影响身边的人，想要改变周围的状况，应该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周围，而不要两只眼睛永远是盯着外面。事实上，我们发现很多人在尝试着拥有和获得一些东西的时候，自己一点都没有变化。但是当我们自己发生了一定的改变的时候，周围的事情会顺应而变。你会发现潜移默化当中影响别人的恰恰是你自己优异的改变。但是当你要求一个完美的对方的时候，你恰恰没有看到一个残缺的自己。连自己都做不好，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做好别人呢？你说呢？说实话，你们俩的所有的感情听到现在更多的是像两个玩伴，并没有太多的珍贵的情感在里面。偶尔的那一点所谓的礼物，我相信你寝室的闺蜜也同样可以带给你，这不是爱情。所以如果要让自己的生活充满希望，让自己的爱情能够更为长久，让对方能够更优秀，只有从自己做起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涂老师。行了，最简单的道理记住吧，你是什么人就吸引什么人 OK 了，接下来的时间你们自己做选择吧。你说咱俩已经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挺珍惜你的，我想和你拥有一段从校园到婚姻的爱情。我对你的一些关心你时常会误会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我也想你体谅一下我，注意一下和异性那些关系。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你对我挺好，我也挺感动的，但是到后来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对我管得越来越严了。如果你以后还继续这样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再坚持下去。谢谢两位年轻人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看他们此刻的选择结果是什么。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请让我们相遇。
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来，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我会更加珍惜你。我也试着改变一下自己。谢谢两位能来啊！祝你们学业有成，有一个好的工作。谢谢你们，请回。谢谢老师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现在请拿出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京云 App，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，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和我男朋友一共4年了，2年异地，可是近期呢，却有人告诉我，他每天在他那里和别的女生在一起，但是他告诉我说，是受身边的人影响才那样的，他是真的很爱我，他不是那样的人，我是不是可以原谅他？是不是他以后不异地了，他就会只对我一个人好了？你们不是异地的问题吧？送你一句话：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能够把自己跟别的女生暧昧的责任都推卸到是受别人影响上，那这样的男生还是能逃多远就逃多远吧。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您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